据说，在金沙湾最深处的海沟里，沉睡着一艘满载黄金的明代宝船。但老辈人留下过传说，海神派了远古巨兽镇守着它。谁敢对那片金光起贪念？就会被大海连皮带骨的彻底吞没。哥，那艘宝船里真的全都是金子吗？要是能捞上来一块，咱妈的病是不是就有救了？月儿，别听那些传说，深海太危险了，那是龙王爷的地盘，去不得啊！妈，您别激动，那都是我哄小鱼玩的睡前故事。您放心，我明天就在静海下网，肯定能凑够去省城大医院的款项。哟，凑钱？林月，你那艘破木船，连马达都快报废了，你拿什么凑？拿命填海吗？王富贵，我借你的钱还没到期，你大半夜踹我家门，真以为金沙湾是你家开的？规矩是我定的，我说到期就到期。我看你这妹妹长得水灵，镇上的赵老板愿意出高价彩礼。今天你要是拿不出钱，就拿这丫头抵债。放开我！我不嫁！我要考大学！你敢！反了你了！敢动我的人，给我教训他！王富贵，你今天敢动我妹妹一根头发，我保证你走不出这个院子。林云，你别犯糊涂，你动了我，你全家都别想在金沙湾立足。林云，别干傻事！3天，给我3天时间，3天内我连本带利把钱拍在你脸上，要是还不清，随你处置。但这3天，你敢踏进我家半步，我跟你死磕到底！好，有种！3天后我看你怎么收场。我们走。不能等了，就算今晚是台风天，我也必须出海。岳哥，我听说王富贵那孙子来找麻烦了，干他丫的！耗子，别废话，带上家伙跟我出海！疯了吧，叶哥！外面挂着黑色风暴预警，现在出海，那破船会被浪拍成渣的。没退路了，不出海，我妈和小鱼都没活路。你怕了就留下。靠！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大不了陪你喂鱼。走。林月，风太大了，马达快顶不住了，随时会熄火，我们得返航，不能退，再往前开10海里，那是深水区交界，肯定有大火，把舵给我稳住。怎么回事？我的耳朵！哎呦我去！哪个不长眼的木头疙瘩往老子钳子上撞？这暗流这么急，左边那块踢脚石是摆设吗？上面那两脚兽赶着去投胎呀！谁在说话？完了完了！这破船还要往右偏，右边是个大漩涡呀，蠢货！左满舵不会吗？
多慢多快，把舵盘打死。左边是逆风，打死舵会翻船的。听我的，左边有暗礁。我的老天爷，岳哥，你这眼睛神了！这黑灯瞎火的，你怎么知道那有暗礁？我不仅知道有暗礁，哎呦，这俩小子居然还躲开了暗礁。只是他们哪里晓得，这片礁石底头藏着数不清的肥美海货。耗子准备下网，那只碎嘴的老螃蟹底下藏着能让我们彻底翻身的金山。耗子，过来帮忙，把绞板卡死。今天就算是龙王爷的床铺，我也要给他掀了。岳哥，太重了，王底绝对挂住礁石了，再不切断缆绳，船要被拖翻了。不，那绝对不是礁石的重量。哎呀，别挤我！哪个不长眼的大家伙压到我了？我这身极品红膏都要被你们挤出来了！不是礁石，底下全是活物。耗子，给我起网！给我起！我的老天爷，这是端了龙宫的宝库吗？这品相，镇上那些二道贩一辈子都没见过。二道贩子，这批货，王富贵那种垃圾连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难以置信，昨晚那种12级的黑色风暴，连省城的远洋船都不敢出港，你们竟然能在近海捞到这种品相的野生大黄鱼和锦绣龙虾。风浪越大，鱼越贵。苏小姐，听说您是省城来的大主顾，既收古董也收顶级的海鲜。这批货您给个公道价。爽快，这批货要是落到王富贵手里，他最多给你200块，我出2000。不过，我有个条件。2000，岳哥，咱发了！苏小姐，请讲。成交。不过苏小姐，我只捞合法的海产，至于老物级，那得看海神爷赏不赏练了。2000块，足够还清王富贵的债，还能让小鱼安心考大学，妈的手术费也有着落了。哥，对不起，我不能让你拿命去填那个无底洞。我去打工，我去嫁人，只要能把钱还上。林小鱼，你在干什么？哥，你还给我！王富贵说今天就要来拿人，我不退学，咱家就全完了。哥，你疯了！哥没疯，哥说过，就算天塌下来，也有我顶着。你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我安安心心的坐在教室里，考上省城的大学。这么多钱，哥，你干什么去了？你别做傻事啊！放心，
这是哥昨晚出海捞到极品海货换来的，干干净净。去，把这钱收好，明天就回学校交学费，剩下的带咱妈去省城大医院做手术。林月，3天期限我改主意了，老子今天就要见到钱，没钱，这丫头我立马带走。王富贵，你是不是觉得我林月手里的鱼叉只会用来插鱼？吓唬老子！林月，你别以为赚了几个臭钱就能翻天，老子今天不收你这几个破钱！王富贵，你个畜生，敢动岳哥一家，我今天一扁担废了你！耗子，别脏了手。听听王老板还有什么高见？老子借了重金，刚提了一艘大马力2手铁船。林月，你昨晚走的那条发财航线，从今天起归我了。你那破木船要是敢下水，老子直接给你撞成渣！原来是惦记上我的财路了，借了重金买船。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好啊，王老板财大气粗，不过深海的财，怕你没那个命去发。岳哥，咱就这么把航线让给那孙子了？他那铁船马力大，咱这小破船根本抢不过他呀！抢？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他抢了？大海里的规矩，可不是谁船大谁说了算。快游快游！前面魔鬼角的脾气又上来了。海底那个大漩涡卷了好多倒霉的鱼虾残骸进去，太可怕了！跟紧我，绕开那片水域，那里的暗流能把礁石都搅碎，谁去谁倒霉，连海龟爷爷都不敢靠近。魔鬼角，暗流漩涡，王富贵，你的催命符到了。耗子，赶紧检查渔网，前面魔鬼角海域有超级大鱼群。今天咱们要把船底都装满，绝不能让别人抢了先。林月，多谢你带路啊！魔鬼角的大鱼群，老子笑纳了！你就在后面吃浪花吧。岳哥，他超过去了，他要抢我们的鱼，这王八蛋太嚣张了！让他去，耗子，抛锚，咱们就在这儿看一出大自然的好戏。下网，给老子下绝土网，连根海带都别给我留，全捞上来换钱！怎么回事？舵手慢舵！快退出去！退出去啊！韩端当脸，快拿家伙砍掉他！大自然的沃口，可比你贪婪多了。救命！林云，岳哥，救救我！我把船赔给你！救命啊！耗子，起锚！王富贵完了，岸上那些放重金的大哥会教他做人的，但这片海
才刚刚向我们敞开大门。岳哥，李爷爷，拉我一把！我的铁船里还有几百块现金，全给你！只要你让我上船，以后金沙湾你说了算。大海不收你的命，是你的造化。但我这艘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你借高利贷买船，现在船沉了，岸上那些放款的大哥可不会听你解释。这块木板够你漂回浅水湾了，回去好好想想怎么还钱吧。耗子，满舵回港。听见没？岳哥赏你块板子已经是大发慈悲了，留着你的力气回岸上跟债主哭去吧。王富贵这颗毒瘤算是彻底拔了。耗子，走，咱们去魔鬼礁收海货。刚刚那么大的动静，相信有不少海货，足够我们翻身了。岳哥，咱们发了！走，回家卖货。岳哥，咱这可是真正的大马力柴油机啊！你听听这引擎的轰鸣声，多浑厚！多亏苏青岩苏小姐赞助我们，有了这宝贝，咱们以后下网一网就能拉起几千斤。耗子，这点出息，苏小姐看中的是咱们货的品质。这艘船只是个开始，等咱们把这片深海摸透了，赚了真正的大钱，我要买那种能扛住12级台风的远洋巨轮，到时候让咱妈住进省城最好的医院。哥，你放心，我一定会考上省城的重点大学。等我学成归来，我就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帮咱们建立一片真正的生态养殖区。我们要保护这片海，而不是像王富贵那种人一样竭泽而渔。好，哥等着咱们小鱼大展宏图的那一天。你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心无旁骛的复习。天大的事儿，有哥在前面顶着。耗子，你把控好舵向，别偏航。这片水域的水流有点复杂，我下水去试试底层的暗流走向，顺便看看能不能摸点好货。岳哥，你放100个心，有我耗子盯着，这船连根螺丝钉都丢不了。这片深水区的生态确实比近海复杂得多，正好借这个机会试试我的海神之耳在深水区的极限距离。哎呦，老头子我就是想找个安静的礁石缝睡个午觉，怎么这片海域到处都不清静？能听懂？这老家伙体型这么大，背上的藤壶都快成化石了，绝对活了上百年。他在这片海域游荡了这么久，肯定知道不少海底的秘密。浅水区这些没规矩的小鱼崽子吵闹也就算了，深海海神之眼那个发光的铁疙瘩那里，最近也是乌烟瘴气，根本没法待了。发光的铁疙瘩，海神之眼，难道是爷爷那本破旧航海日记里记载的那艘满载着明代瓷器和珍宝的沉船？日记里说那艘船沉没在金沙湾最深处的暗礁群里，难道是真的？总有几只2条腿的无毛怪，背着个会吐泡泡的黑罐子，天天去摸那个铁骨塔。他们手里还拿着能发出强光的棍子，敲敲打打的，把周围的珊瑚都弄坏了，吵死个龟了。老头子我惹不起，只能搬家喽。2条腿的无毛怪，背着吐气泡的黑罐子，那是带着重型潜水设备的专业潜水员。发向光的棍子是水下探照灯。有人盯上了那艘明代沉船，而且他们已经找到了具体位置，
开始动手盗捞了。那可是属于国家的历史宝藏，更是这片海域生态的基石，绝不能让这些来历不明的贼人给毁了。我必须马上上去看看情况。哥，水下情况怎么样？我看你潜下去好久，有没有碰到暗流或者危险的大家伙？耗子，小鱼，看来咱们的金沙湾要不太平了。耗子，紧紧抓住起网机！小鱼，立刻蹲下放头！瞎了他们的狗眼！这么宽的海路，非要贴着咱们走。李玉，你看，那黑漆漆的船壳子上印着字“万里海产”。这帮省城来的活阎王，简直是不讲道理！是绝苦网！这帮混蛋不仅要垄断市场，这是要断了金沙湾所有生灵的活路！不好，这不仅仅是绝库网，他们还开启了大功率的区域声呐。这种高频声波在水下就是大范围级的杀伤武器。我的头好痛，坚硬的壳要裂开了。水里有毒音，这群无毛怪疯了！哥，你怎么了？是不是刚才撞到哪里了？你别吓我！我没事，是声呐。那艘巨轮在用军用级别的大功率声呐炸鱼，他们在用高频声波震晕周围几海里内的所有鱼群，然后用绝户网一网打尽。再这么下去，这片海域的生态就彻底毁了。万里海产的王八蛋，你们这是造孽！有种下来跟你耗子爷爷单挑！欺负不会说话的鱼虾算什么本事？吵死了，吵死了！本大爷的脑浆都要沸腾了！这难听的噪音是从那个黑色的铁疙瘩底下传来的。兄弟们，我的长剑已经饥渴难耐了，跟我冲过去，把那个黑匣子戳成马蜂窝！是深海剑鱼群，这群脾气最火爆的海洋刺客，别乱撞！跟着我的指引，攻击巨轮左舷下方10米处的黑色金属球，那里才是声呐的发射源。有指引，管他是谁，只要能毁了那噪音源，兄弟们结阵突刺！干得漂亮！没了声呐，你们的绝谋网就是一堆废铁。钱总，水下的高频声呐探测器突然失灵了。不仅如此，主板好像遭遇了强烈的物理撞击，直接烧毁了。绝毒网的绞盘也卡堵了。物理撞击，在这片金沙湾，还有人敢撞我1000万里的船？把那艘碍眼的小破船，给我直接撵过去，撞沉它！耗子，抓紧
杆，小鱼爆头！海底左前方有强烈的回旋暗流，那是死亡暗区的入口，坐稳了。我的亲娘嘞，差点就下地狱了！这帮省城来的疯狗进不来这片暗礁，总算甩掉了。千万里的巨轮吃水太深，绝对不敢硬闯这片迷宫。咱们暂时安全了。可恶！痛杀我也！你们这些两条腿的无毛怪，竟敢用这等卑劣的铁线控住本尊！耗子，拿我的潜水匕首来！水下有庞然大物被困住了，叫声凄厉的很，我得下去看看。月哥，你疯了！外面虽然有暗礁挡着那艘大船，但这水底下暗流汹涌，你连个氧气瓶都不带，下去就是没命啊！海里的生灵有难，不能见死不救。帮我看着小鱼。我的天，好大的抹香鲸！这帮无良商贩乱扔的钢丝网，简直是深海绞肉机！滚开！把大海弄得乌烟瘴气，乱扔这种割肉的铁线，现在又想来取本尊的性命吗？大块头子，别乱动！我不是来害你的，我是来帮你剪断这破网的。你再挣扎，钢丝就要切进内脏了。会说韩语的小子，本尊暂且信你一次。动作快点，本尊憋气憋得很难受。这钢丝太粗了，必须割断柱轴，给我断！好小子，算你有些本事。剩下的本尊自己来。终于搞定了，得赶紧上去换气。耗子！月哥，先别喘气了，你看那边，千万里的那艘铁王八绕过暗礁区，又从侧面包抄过来了。好啊，继续跑！我看你们这破船能撑到什么时候？今天不把你们碾碎，我千万里的面子往哪儿放？真是阴魂不散！不知死活的铁疙瘩，敢在本尊的地盘放肆！小子，看好了，这才是深海的规矩。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快转舵！转舵！大块头，谢了。本尊从不欠人情，这海底的破烂玩意儿，赏你了。
千万里这老狗仗着船大，就想碾死我们，没想到连老天爷都看不惯它。林月，那30几米的抹香鲸吐的这是啥玩意儿啊？黏糊糊的，还拉丝，跟发酵了10年的臭鱼烂虾一样。深海巨兽送的东西能是凡品吗？这可是真正的海底盲盒！别废话，搭把手，把它扒开看看。哎呦我去，这味道太冲了！月哥，我摸到个硬壳，边缘还挺锋利，别是块大石头吧？用力，石头可不会发光。这么大的蚌壳，成精了吧？这得活了多少年啊？呼噜噜噜，谁呀？大中午的掀我的泥被窝，这床怎么还晃晃悠悠的，真烦背。别提我，那个无毛怪，拿开你全是胃液的脏手，别摸我高贵的壳。换个地方接着睡。好东西，绝对的好东西！这可是深海底下不知道沉睡了多少年的极品老贝。我的亲娘四舅奶奶，月哥，黑的是黑珍珠，鸽子蛋那么大的黑珍珠，这得值多少钱啊？咱们发财了！哥，这太漂亮了，简直就像把夜晚的星空藏在了里面一样。这只是个开始，耗子，收好咱们的宝贝，转舵，玩帆。完美，小鱼，别看书了，过来。哥，怎么了？妈刚喝了药睡下，你可别吵醒她。转过去，闭上眼睛。好了，睁开眼看看。哥，你疯了！耗子哥说这颗珍珠能卖好多好多钱。你给我带干什么？赶紧拿去镇上卖了，给妈换更好的药，还能给咱们家换艘大点的新船。妈的手术费我已经用之前卖大黄鱼的钱交齐了，换大船的钱，你哥我出海一趟就能赚回来。但这颗珍珠，谁也不卖。可是这太贵重了。我一个乡下丫头，带这么好的东西，别人会笑话的。傻丫头，你不是乡下丫头，你是我林月的妹妹，是我们老林家未来的大学生。这颗珍珠是大海送给你的护身符，你带着它，就当是哥哥陪着你。哥，我一定会考上省城的大学，我要学海洋生物学。等我学成了，我就回来帮你一起保护咱们的这片海，再也不让王富贵、钱万里那些坏蛋欺负咱们。好，哥等着那一天。哥向你保证，从今往后，绝不让你们再受半点委屈。我要让咱们家过上这世上最好的日子。林月，没打扰你们吧？我听镇上见你今天又出海了，特地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货。
苏小姐，你这是干什么？这种级别的珍珠是深海2000米以下才有的。林月，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这片海域找到了那艘传说中的明代沉船？苏小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什么明代沉船？这不过是我在海上碰巧捡到的深海盲盒，跟我妹妹没半点关系。林月，你瞒不过我的眼睛。就算有秘密又怎么样？那片深海暗流比刀子还利，吃人不吐骨头。我凭什么要去冒那个险？就为了给你找几块破木头换个锦旗？不仅是锦旗，林月，我是省城文物局的特派研究员，只要你协助官方确认沉船坐标，不仅能拿到一笔极其丰厚的国家级悬赏金，我还可以用我个人的名义担保，向上级给你申请一张特批的远洋捕捞牌照。这不就是你一直想要的合法护身符吗？远洋牌照，有了官方这层皮，王富贵那种地头蛇就是个屁。就算是钱万里那个心狠手辣的外贸集团，也绝不敢明目张胆的动我。这笔买卖能结。苏研究员，成交。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到了海上，你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一切行动必须听我指挥。一言为定。你看这里，根据县志记载，这片常年大雾弥漫的区域被称为幽灵海域，极有可能就是沉船点。幽灵海域，爷爷的航海日记里写过，那是连海鸟都不敢飞越的死亡禁区。进去的船10艘有9艘出不来。林月，磁场完全紊乱了，罗盘彻底失效，我们现在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就像是被困在了一个巨大的白色棺材里。岳哥，我就说今天眼皮一直跳，这鬼地方连个鸟影都没有，水底下黑漆漆的，别是真有什么专吃活人的海怪吧？咱们不赶紧掉头撤吧？闭嘴！既然进来了，就没有空手回去的道理。都给我把眼睛睁大点儿，盯着水面！哎呦喂，哪来的破铁壳小船，瞎闯什么死路？前面的水路可走不得，底下全是能把你们肠子刮出来的暗刺儿。爷爷，这几个人类好笨哦，连路都看不清，肯定要撞得稀巴烂啦！这鱼干味道还凑合，算你们懂点规矩。看在这口吃的份上，提醒你们一句：顺着我的尾巴走，千万别往右拐。右边水底有个会发光的铁疙瘩，还有个脾气臭的要命、长了8条腿的大块头守着，去了就是送死。发光的铁疙瘩，绝对是明代沉船。8条腿的大块头，难道是深海巨型章鱼？情报对上了。苏研员，抓紧栏杆，我们要全速冲刺了！你疯了！这种能见路加速！放心，我们有这片海域最顶级的领航员。左满舵，避开那块像刀子一样的黑石头。对，就是这样。现在回正，前面有暗流，顺着水流全速冲过去。岳哥，我要交代在这里了，我还没娶媳妇呢。林月，你到底是怎么判断方向的？这简直是违背物理常识的奇迹！在这片海上，大自然的声音就是最精准的罗盘。
我的亲娘四舅奶奶活过来了，终于见着太阳了。耗子，抄家伙！千万里那个老畜生，竟然开着巨型拖网船，比我们先到了。姓钱的，你还要不要脸了？金沙湾几百海里的水域不够你折腾，非要像条疯狗一样跑到这海市那儿来抢我们的地盘！赶紧把你这破铁壳子挪开，好狗不挡道！凌云啊，凌云，我该夸你运气好呢，还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别以为你在近海撞大运捞了几网好货，鸟枪换炮买了一艘几十吨的铁皮船，就能在这大洋深处跟我叫板？我这艘远洋号可是花了大价钱，从国外引进的现代化设备，就凭你这艘刚下水的小渔船，连我一个浪头都扛不住，也想跟我抢海底的宝贝，简直是痴人说梦！千万里，我是省城文物局的特派研究员苏清言。这片海域的坐标极有可能存在国家级明代沉船遗址，我以官方身份正式警告你，立刻停止一切作业。如果你敢私自打捞或破坏现场，这是不可饶恕的重罪，你背后的集团也保不住你。哎呦，原来是苏研究员啊！我不过是看这片海域鱼群密集，来进行正常的商业捕捞作业罢了。至于什么沉船、什么古董，我可没看见。别跟他们废话，给我下绝速网，把这片海底的地皮都给我刮掉一层，就算把这片海域翻个底朝天，也要把东西给我捞上来！疯了！他这是要毁了整片海域的生态。绝后网的铁闸会在海底陆地，一旦碰到沉船，那些沉睡了几百年的脆弱瓷器全都会化为齑粉。不能硬拼！他的船有上千吨，随便一个绞盘的拉力就能把我们连人带船撕碎。安静，都给我安静，让我听听水底下的动静。绝口网已经触底了，照这个速度，最多5分钟就会刮到沉船的位置。等等，那是什么声音？烦死了，烦死了！上面是哪个不长眼的混账在乱扔铁链子，吵得我连个觉都睡不安稳。还让不让张云活了？老前辈，上面那个大铁壳子正不禁吵，他们还要用铁耙子掀了你的无极顶，你那个发光的铁疙瘩马上就要被他们勾走了。什么？敢掀我的屋顶？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避光洞穴，那铁鸽子里面凉快得很，岂有此理！气死我了！岳哥，水底下好像有什么浩然大物在翻身，像是有水鬼的搅局。不是水鬼，是海底的暗壁变了，大自然要发脾气了，抓紧了！好戏要开场了。分外了，外抓狼！怎么回事？船怎么倾斜了？底下的网挂到什么鬼东西了？快把网给我拉上来，全动力回收！想拉网，晚了。那只体型堪比小山丘的百年巨章，肯定已经用它粗壮的触手，将几十吨重的锋利暗胶牢牢卡在了绝书网的必经之路上。天哪！这拉力绝对超过了几十吨，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抗衡？
特制网啊！林渊，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术？马上给我启动重型潜水钟！就算派人下去肉搏，我也要把那艘沉船的宝贝捞上来！老板，真不能下呀！主角棚底座彻底裂开了，底下的暗流跟绞肉机一样，潜水钟下去瞬间就会被撕成刀片。底舱已经被暗礁划破，海水正在倒灌，再不走，咱们这1000吨的船都得交代在这儿，全都得喂鱼啊！林月，算你小子今天命硬，但这片海是老子的提款机，你一个臭打鱼的护不住的！给我掉头，全速撤退！经纬度北纬 X 东经22，坐标彻底锁定了。凌云，你今天不仅救了这片海的生态，更是保住了吴家的国家宝藏。如果刚才真的让他下了网，几百年的历史就全毁了。苏研究员，这只是暂时的。千万里这种被贪欲吞噬的资本家，看到肉就不会松口。下一次，他绝对会带着更疯狂的手段回来。放心，只要坐标确认，官方的力量马上就会介入。他千万里再狂，也大不过国家的规矩。走，我们立刻回港，我要马上向上指上级汇报。林月，看看这个，这是省文物局和海监部门联合特批的海洋生态协助观察员聘书。从今天起，你在这片海域的合法活动受官方绝对保护。苏研究员，有了这个，以后王富贵、钱万里那些人就不能再随便扣我的船，断我的生路了。我算是有了公家的身份了。没错，你现在是官方记录在案的协助人员，谁敢在海上恶意冲撞你的船，或者阻挠你正常作业，尽管报上我的名字。太好了，有了这层身份，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扩大船队了。小鱼上大学的学费，马去省去大医院做手术的救命钱，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我一定要让他们过上最好的日子。各位街坊，你们是没看见啊？那姓钱的1000吨大铁船像黑山一样压过来，我岳哥眼睛都不眨一下，站在船头手一挥，那海底的龙王爷直接显灵了，一个几10米宽的大漩涡，轰的一声，差点没把那铁王八给吸进去嚼碎了。行了，耗子，喝2口黄汤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那是海底暗流爆发，什么龙王爷，让人听了笑掉大牙。赶紧吃你的大生蚝，堵上嘴，少给我惹事儿。吹牛，这傻大个就会吹牛。刚才在船上吓得腿都软了，抱着桅杆哭爹喊娘，还龙王爷呢。而且这酒量也太差了，才喝了3瓶就找不到北，还没我平时喝海水喝得多，丢人现眼。苏研究员，今天这顿我请。等过2天我把船修整好，再去深海探探路。有了这文件，我这心里算是彻底踏实了。行，你们兄弟俩慢慢吃。局里还有一堆后续报告要连夜赶出来，我得马上坐车回省城。记住，千万别私自去碰那艘沉船。明白，规矩我懂，您路上小心。林老弟，大排档的廉价海鲜，吃的还合胃口吗？千万里，你还敢出现在这儿？官方的人随时能盯上你，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喊镇上的安保人员过来？官方？年轻人，你对资本的力量一无所知。那点破纸片红头滚剑，保得了你一时，保不了你一世。这里是10万块现金，
外加一份海域转让协议，把那片海域的具体坐标卖给我，拿上钱，带着你那个随时会倒下的病狗老妈，还有你那个水灵的妹妹，滚出金沙湾。如果我说不呢？这片海不是你这种杂碎能染指的。不卖，那你就准备好后事吧。在这片海上跟我作对，下场只有家破人亡。家破人亡？钱万里，你以为现在还是你能在金沙湾一手遮天的旧隶书吗？官方的红头文件就在我身上，你敢动我家人一根头发，我保证你后半辈子都在铁窗里度过。小子，别给脸不要脸！老板让你签，你就得乖乖按手印儿。哥，别碰他那东西！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海域转让协议，这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卖身哼，契！小丫头片子，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白纸黑字写着10万块买断坐标，哪里亏待你们了？你少骗人！这第15条附加条款写得清清楚楚，乙方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只要我哥签了字，不仅那个海域坐标归你，连带我们家以后购买的所有渔船、捕捞所得，甚至我妈治病的钱，都要无偿并入你名下的外贸集团。不仅如此，一旦发生任何捕捞纠纷，我哥还要承担100万的违约金。你这是想让我们家世世拜拜给你当免费的苦力，永远翻不了身！你做梦！臭丫头，敢撕老板的合同，找教训！敢动我妹妹，我废了你！好的很，林渊，你有种！我看你这身手，能不能护得住你那一船的破木头？哥，你没事吧？这人太坏了，他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没事，有哥在，他就是放狠话。你快进去找耗子，让他送你回家。哎呦喂，吓死虫了！刚才那个穿黑衣服的2条腿是好重的机油味儿。可不是嘛，我亲眼看见他趁着天黑溜到码头那边，往那艘最大的那木头帆船底下塞了个奇怪的东西。木头帆船？那是我的船，塞了什么东西？谁知道是个啥铁疙瘩，一直滴答滴答的响，上面还闪着红光，吵得我都没法睡觉了。看那架势，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滴答响，红光，木头船，不好！定时破坏装置！钱万里这个畜生，明着来抢合同，暗地里派人去炸我的船。苏研究员还在船上整理报告。快一点，再快一点，绝对不能出事！该死，真的是定时引爆器！苏清言，船底有危险，快跳船！林渊，你怎么？不，坐标和证据，那是扳倒钱万里的唯一希望。金沙湾的兄弟们，帮
绝不能让那包东西沉下去。海神使者放心，这铁皮盒子里的东西，老朽替你守住了。到底怎么回事？船怎么会突然？是钱万里，他不仅想要合同，还想炸毁我的船，把我们困死在岸上。靠！岳哥，那是咱们吃饭的家伙呀！钱万里那个王八蛋，我这就去拿鱼叉废了他！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命。他手里有家伙，还有那么多人。林月说的对，我们现在有他走私和蓄意破坏的证据，只要交上去，官方绝不会放过他。我现在立刻上岸，用文物局的紧急电台呼叫海警，封锁那片海域。来不及了，钱万里既然敢炸船，就说明他的大船已经准备好去海神之眼了。等海警赶到，他早就把国宝捞空，跑到公海了。那你想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把沉船毁了？他炸了我的船，就是笃定我失去了出海的能力，只能在岸上干正眼。那我们就将计就计，让他以为自己赢定了。苏研究员，你带着证据立刻上岸，去联系海警，告诉他们坐标，让他们全速赶往海神之眼。那你呢？你和耗子留在这里干什么？我和耗子开这艘快艇，关掉所有灯光和雷达，像幽灵一样跟在他的巨轮后面。我要亲眼看着他走进那片死水区，我要让他知道，大自然的规矩不是他那几个臭钱就能打破的。岳哥，我听你的，咱们今天就当一回水鬼，咱们今天掀了他的底。不行，这太危险了。海神之眼到处都是暗礁和乱流，你们这艘小快艇跟着他去，简直就是拿命在赌。我没得选，他不仅想断了我妈的救命钱，还想断了这片海的根。我凌云是这片海养大的，今天就算拼了这条命，也绝不让他带走海底的一块瓷片。上岸，这是命令。一定活着回来！海警最多2个小时时就到。老板，码头那边传来确切消息，那艘破木船已经彻底沉底了，炸得连块好木板都没剩下。林云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乡巴佬呢，也就成了个没腿的废人。就算他命大没被炸死，现在也绝对全沉了，拿什么出海？他雷达夹的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船只跟踪的信号。哼，真以为认识个文物局的丫头就能跟我斗了？没了船，他就是个只能在岸上无能狂怒的废物。在这片海上，我钱万里就是王法。明代宝船，那可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只要干完这一票，我的外贸集团就能彻底垄断整个南海。哈哈哈哈哈哈！传我的命令，切断所有对外通讯，开足马力，全速挺进海神之眼。今晚我要把海底的明代宝船连底库都给我捞空。终于到了海神之眼，传闻中吞没无数船只的绝命海域。今天还不是乖乖踩在我的脚下？老板，这雾太邪门了，雷达全乱了，下面全是暗礁，咱们这么大的船硬闯，万一触礁……糊涂东西，富贵险中求。明代宝船就在下面，谁敢拦我发财，我就让他下地狱。通知甲板，立刻下潜水钟和机械臂，给我暴力破财！
只要把里面的国宝全掏空，林云那个废人就算活着，也只能对着空壳子哭。岳哥，风浪太大了，千万里的船已经开始下潜水洞了，咱们这小破船根本靠不过去，怎么拦他呀？不需要靠过去。对付这种破坏规矩的贪婪之徒，大自然会亲自教训他。大自然，岳哥，你又在搬救兵了？上次的那个大家伙，你难道忘了吗？又是这些无毛怪！上次扔网，这次直接扔个发光的铁疙瘩下来，还让不让鱼睡觉了？天天掀我屋顶，烦死了！大个子，别光顾着发脾气。看到你左边那3块带尖刺的黑原石了吗？把它们推过去，紧紧堵住海沟的泄流口。堵上了，这石头沉得要命。无毛怪，你最好别骗我。干得漂亮，耗子，慢动后退，退出这片水域。岳哥，我的天，那海水怎么像被抽干了一样？你到底干了什么？那3块巨石堵死了海底的水路，现在下面就像一个被拔了塞子的巨型浴缸，水压全憋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绞肉机。千万别敢把东西放下去，有多少就得被搅碎多少。潜水中到底没有？看到沉船立刻用机械臂破拆，不用管什么保护，只要里面的东西。老板，下潜深度已经达到极限了，马上就能触碰到沉船甲板。老板，不对劲，水压突然爆表了，有一股极其恐怖的螺旋吸力在把我们往海沟里拽，救命啊！怎么回事？给我拉上来！快拉！给我把马力开到最大，绝不能让它沉下去！老板，完了！潜水中被下面的暗流彻底搅碎了，我们被什么东西吸住了，船要翻了！慌什么？老子花了3000万买的远洋巨轮，还能被这点浪花掀翻了？是那个姓林的小畜生，肯定是他嘎搞的鬼！岳哥，那老狐狸的船好像彻底失控了。咱们赶紧撤吧，这漩涡越来越大，再不走，咱们这小破船也得跟着陪葬。撤！今天该撤的是他。耗子，看好了，这片海域到底是谁说了算？老伙计们，出来接客啦！好死了，又是你们这些无毛怪！上次乱扔破网，这次又弄出这么大动静，还让不让老头子我睡个安稳觉了？老伙计，帮个忙，前面那个大铁壳子不仅吵，还想咱海底的家底全掏空。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大自然的规矩。哼，早看那黑漆漆的铁疙瘩不顺眼了。小的们，起床干活了，给这帮不懂规矩的无毛怪洗个冷水澡。
的亲娘嘞！岳哥，你这是把东海龙王给请上来了？还没完！剑雨、鱼群，下集！停下！快停下！我的船，我的钱！我输了，我竟然输给了一群鱼。你以为你赢了？我是外资集团的代表，你们这些底层的泥腿子没资格抓我，我只是不小心触礁了。放开我！你们敢！触礁。钱万里，你的借口留着去法庭上慢慢编吧。钱老板，你就慢慢改造去吧。你早就布好了局，你不仅算计了我的船，你连这些人都提前联系好了。这叫大自然的规矩。你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在这片海域横行霸道？今天收你命的不是我，是被你毁掉的这片海。进去好好反省吧。凌云，这次多亏了你，我们才能保住海底的明代沉船。这是上面追加的终极表彰，金沙湾深水港独家开发权，还有属于你的巨额悬赏金。岳哥，深水港独家开发权，那咱们以后不仅能在公海横着走，整个金沙湾的码头都是咱们说了算，咱们彻底发财了！这只是个开始，有了它，咱们就能造最大的船，建最大的港口，让金沙湾的乡亲们再也不用受那些黑心商贩的窝囊气。臭小子，老头子我帮了你这么大忙，连句谢谢都不说。谢了，老伙计！以后这片海域归我管，没人敢再来打扰你们清修。呸呸呸！这大家伙怎么还随地吐谝啊？岳哥，这啥玩意儿？一股子怪味儿！耗子，你懂个屁！这可是大自然最顶级的馈赠。我的天，表面灰白，质地如蜡，这是极品龙神香。这么大一块，在省城的拍卖会上，足以买下10艘最先进的钢铁拖网轮。老伙计，这份大礼足够我打造一个真正的海上帝国了。妈的手术费，小鱼的大学学费，还有咱们金沙湾的未来，全在这儿了。